大家好，我是邱bình，我现在在太阳山里面。今天来看一处牙居，比较完整的，在不久前还有人居住。牙居呢，之前我们也看过一些。那今天这一处牙居啊，规模是比较大的。据说之前整个村子都是住在牙居里面。那些牙居就在对面的那个山脚下面，可以看到很多。从这里过去，全部都是啊。现在能看到房屋的痕迹，那一块看得比较明显，等于啊这一块那个山底下都被挖空了。以前肯定是有一些洞穴，后面有人居住，可能越挖越大，弄得越来越适合居住。我们现在就准备从这一块走上去看一看了。现在我们准备上山去看一下牙居。之前我们看到一些，不过呢，基本上是看到1户、2户或者3户、4户居住在牙居里面，而像整个村落都在牙居里面居住，这是比较少见的。我之前看过视频，在几年前，贵州好像有一个村小组是住在一个山洞里面，后面搬迁走了。这里呢是属于河北景平县，紧挨着那个山西，算是2省交界的地方。从这里走个几公里就到了那个娘子关。这一块呢，以前本身也是属于山西管辖的，后面划归了河北。我在走的时候发现对面山上也有一些牙居，这看得比较明显了。这几户人家明显是住在那个山洞里面牙居的，应该是有人居住吧，或者是在那里养羊，那可能是以前有人住，那现在那里专门用来养羊的。这里好几户人家，然后往这边走，也看到一些房屋，那些应该是后面建造的，那些就不是牙居了，是完整的房屋。我在这里站了一下，看到来了3个人，真是有人在那里居住哎，可能是边养羊，然后就居住在那里。在这里看到一户人家，也是石头建造的。太行山里面的很多房屋啊，都是石头，算是就地取材，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石头村落。你像对面的房屋都是如此，这些石头开垦出来也不容易呀。我们看看从哪里上去，这里面也是住了人的。你看，在房子旁边就是菜园子，那牙居呢就在这个后面了。啊，从这一块上去，这边好多狗啊！刚下完一场雨，可能有点湿。我在这里等了差不多1个小时。我去换鞋吧，因为这里全是湿的，换一双雨鞋再上去。是从这里上去吧？上去。您住了多少年了？我住了30年了。啊，你等于是在那个上面出生的是吧？对。啊，这个几年前还有人住啊？现在也能住人。开始上去了，这个草比较茂密。我换好鞋了，准备上去了。因为下雨了，这边全是湿的，不换鞋不行。这些都是当地村民的房子，全是石头的。又开始下雨了。刚才我们碰到一位大爷说，他以前就是在这个上面居住的，住了几十年，后面搬迁下来了。另外他说，这个牙居在几年前还有人居住，这边的草是非常茂密啊。快到了，我已经能够看到了，这边都是菜园子跟果园，这边有，然后那边也有。我们先去右前方吧，这应该是有很长时间没人走了。你看这个牙居是不是比较完整？马上就到了。先通过航拍看一下这个牙居，这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这里是上下2层，这房屋还挺多的，能够清晰的看到窗户门，大部分保存完整，
有少部分呢已经倒塌了。看情况，当时这里应该是住了不少人的。这是看到的第一座牙居，房间应该就是在里面的3栋。这个是大门，相当于是一个院墙一样。这边关键还有电表，而且是那种新式电表吧。这就是前不久应该是有人居住。这边还有一个牌子，姓宋的，建造年代1930年，鉴定时间2019，就证明在几年前还是有人居住的。这边门锁了，我们看看里面，这等于是2个房间吧。旁边这是厨房，厨房在里面，现在也是没人居住的。我了解了一下，这一户人家应该是整个这个牙居群最后一位居住在这里的老人。那现在不知道是搬走了还是其他的原因，反正看这个情况，10年前肯定是有人居住的，因为整体来讲样貌还是比较新的。在这个上面也有牙居，等于是在这个崖壁上有好几层，这一块呢得从前方绕上去。这边的牙居跟我们在其他地方看的还有所区别。以前的很多牙居呢，它是直接在悬崖的底部，就算是一个平面，而这里呢，很多算是在半山腰，而且呢，有一些就是在崖壁上面开凿的，这就是区别啊。在井陉这一块呢，是有好几处牙居的，马路就在前方，离这里可能有100-200米的距离吧。站在这个下面，就看得比较清晰了。这里是1层，上面1层，而且是连接的。我们往前面看一下，那边的牙居能不能上？在这个顶部，不过看这个草太茂密了，没路。以前道路应该在这里，那这一块我们就不上去了，去旁边转一转吧。这边也有，在这个下面能够看到家洞里面全是熏黑的痕迹，就证明一直是有人居住的。这边找不到路，我们还是得回到刚才那边去看一下吧。通过这里上去吧。终于快到了，从下面绕过来的，草太茂密了，我感觉这个地方冬天来好一点，这夏天和秋天来，草太茂密，根本就没有路了。那这一块就相当于是一个寨门了，村子的寨门，因为当时他们整个村子都是在这个崖壁上面居住的。看这些院墙历史也是有一段时间的。你看木头，然后树枝加上石头，中间呢还有黄泥土，那起码这些可能有几十年到100多年吧。整个这个牙居部落呢，大概是有500多年。他是明朝万历时期一个姓宋的人，他来到这里居住，后面开始传承。主要是由于明朝万历时期，明朝呢已经算是进入衰落时期，灾荒比较多。那有一些人呢，为了躲避灾荒，就来到太阳山里面居住。那这个地方环境还不错，有水，然后有一些田地可以开垦。那这个姓宋的他们一家人就选中这个地方，开始在这个崖壁下面居住，后面一直传承到前面可能10多年，还有人在这里居住。我查了一下资料，这里最多的时候大概有30来户人家住在这个崖居里面。现在我们就来仔细看一下这个崖居。现在来仔细看一下，这边是一个土地灶。我发现这里好多虫子，但是叫不出来名字了，就是那种腿非常多，百来只腿，也不叫蜈蚣。这边应该是一些小的厨房，这都是装东西的，菜篮子或者其他篮子都可以，这都是装东西的。在这里有个工具，看看是什么。
这我还真的不知道，反正看起来像一个漏斗一样的。它是把东西放在这里，然后这里有个开关，然后再这样下去，从这边出来。但是我搞不懂它是用来做什么的。有知道的可以说一下啊。现在呢，就看一下房间，这个是墙壁，它是用石头先堆积起来，由于呢有缝隙，那个不保暖，有风进去，于是呢就在外面用黄泥土铺上去，等于是粉刷一样。这边就是房间，这算是一个小房间了，以墙壁为那个依靠。这里当时应该是存放东西的吧，因为如果是直接睡的话，这个就比较小了。这一条通道算是他们牙居群的一个通道。这个窗户历史也比较悠久啊，几十年是肯定有了，弄不好都是清代的。往这边走，这又是一个房间了，门已经拆掉了，这里相对来说就比较大。这是床铺，看这个情况，20年前是有人居住的，一些锅、一些碗瓶都在，这上面熏黑的痕迹很明显，那就证明这里以前有人做过饭。这个床呢是后面弄的，早期应该就是厨房。这墙壁都是用石头和泥土弄的，在这边应该是没有砖块的。这里在以前是比较热闹的，因为每个房间都有人居住嘛。那特别是碰到早中晚3餐的时候，大家呢应该很多人不会在里面吃饭，而是端个碗站在这里，或者是坐在这个院墙上面吃着饭聊着天。我特别喜欢这种氛围啊，包括现在我回到农村老家，如果碰到吃饭的时候，我都会端个碗坐在自己家大门口。继续往前走，又是一个房间。你看这个窗户还是用木头弄的，就是削了一下，就比较传统。我猜想这一块可能有200年的历史了。它这个牙居部落呢，在明朝最开始可能就是一户人家在这里居住，后面呢人口越来越多，自然而然这个牙居群呢就越来越大。最早的话不知道是哪一个，反正呢它是慢慢的开凿。那这个锁了，里面的情况就是这样的，还剩下很多东西，土炕、土灶。感觉这里面冬天应该是比较冷，他们弄的是那种土炕。这边这个房屋已经有点倒塌了。来到这里发现，它这边的房屋牙居都不是太大，这主要是根据环境有关。当时他们开凿牙居的时候，是首先选择稍微有一点点平台的地方，然后进行开挖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把它开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原本呢，它这里可能宽就这么一点，然后慢慢的往里面开凿。那由于条件所限呢，他们也不可能弄得太深，因为怕上面呢会掉下来，从而它这些房间呢面积都不大，并且当时这一块并不是平坦的，是有坡度的。他们是把石头开凿，然后从下面开始堆积起来，慢慢的弄成一个平台，才最后建造这个房屋。说真的，在这里要开凿这样的房屋挺难的，因为全是石山呐。你想一想，差不多500年的时间才打造了这些牙居群，不容易。那这一块呢是最后的2个房间，看起来弄得还是比较好的。这都是那个烧炕的。这边以前呢还放了一个小灯，就是照明用的，因为
这里整体的话，到了晚上是非常黑嘛，那自然就照明一下。现代的话是电灯，那么在以前没有电灯的时候，可能就是煤油灯或者其他照明方式。来房间里面看一下，以三体做墙壁，熏黑的很明显了，就证明这一块住人住了很久时间，要不然不会熏成这个样子。那这就是炕了，而且我感觉这里是经过改造的。按照我们现在来讲，这样的环境真的是比较艰苦啊，黄泥土很多，就可能以前把席子一弄放在上面睡，确实全是灰呀。你看都没有经过怎么去弄，我们说粉刷是粉刷白的，而这里都没有。这边熏黑都不一样啊，这上面都有点油，就证明经常炒饭有油烟上面。来，最后一个房间看一下，这门是可以打开的，看这个门的话可能就几十年。哇，这个就装修的有点不一样了。看这个炕，上面经过粉刷，下面呢弄了一些贴纸，这样的话如果有人在这里住的话，就相对来说不会那么脏。这上面呢他还弄了横梁，也粉刷了。反正走了一下这一块，这边的环境就比较好。那么我感觉啊，这里大概20-30年前应该是有人居住的。这个柜子也是比较老了，一看这种70-80年的历史是有的。这边里面还有一个房间，应该是存放东西的。可以看到这些家用工具很多呀，缸啊、罐啊。那这边用来存放东西的，它挡的都不一样。在这边逛了一下，我猜想前方这边没有住人的时间可能比较久，而这一块呢，应该在20-30年前都可能有人居住啊，因为看这个电线以及里面那个装修风格就知道了。如果说是大概50-60年前没有人居住的话，应该不可能。那边下面还有，不过草太茂密了，上不去，我们只能看这一部分了。住在崖居群里面的人们现在都搬到下面去了，重新建的石头房子。我们也经常说嘛，太行山里面很多老的村落，它房子呢大部分都是石头建造的，这一块都是如此。反正整体看的话，这个村落不是太大，不过这个地方环境还是非常好的。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崖居，长的话可能就200-300年，而这里呢500年的历史，从明朝到现代一直都有人居住，还是比较少见的。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，他们之前在崖壁上面开凿场地、建造房屋、居住在上面，我们觉得是一个奇迹。来到这里看，你可能就是3分钟、5分钟或者8分钟的热度，对他们进行赞叹。那实际对以前的人们，这是他们生活的地方，也是生存的需求。同时我在想，他们在这里生活条件比较艰苦，在这个地方没有被人打扰，应该也是幸福的。或者我们说，按现在的说法，可以称得上是世外桃源的地方。或者可以这样说，一户人家在崖居里面住了差不多500年才搬走。那现在我们就下山了，这个崖居就看完了。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